他们这里办理了500兆宽带，但 WiFi 总是卡得很，就连电脑插上网线，网页也打开得很慢。让我过来看看什么情况。有意思的是，我过来看见了少见的东西，这种是网络 IP 电话。这种电话不同的是，它是插网线通过网络打出去的，所以网络不好的时候，电话通话都很卡。他这边给我提供了一段通话卡顿的录音。手机打头打到不，这个5天内修好任务就许他是服务特价5星的麻烦您给我们点个5星好。这样吧，我听不清，好听我给你了哦。听完录音确实挺卡的，那我先看看它的路由器到底什么情况吧。这是一个典型的家庭路由，上面插满线了不说，这里还连接了个交换机，这交换机上也插了许多网线。那我先测试下它们光猫网速如何吧，毕竟这里是所有的网络源头，有些光猫接上电脑需要拨号才能上网。我这里演示下我电脑的拨号过程，用户名就是你的宽带，一般这些信息都会写在你光猫上。拨号成功后，我这边来测一下网速是多少吧。经过测速，确实有500兆宽带，那没理由啊，500兆的宽带就几台电脑用，按理说不应该卡啊。我把宽带插回路由器，我们再测试一下，看看网络发生了什么变化。没想到我测试的时候，连1兆都不够，吓得我赶紧检查了下线路，我也没插错线啊。我再次测速的时候，发现这会好多了，但是只有63兆，没理由啊，刚才还有500兆呢。我马上看一下这路由器的端口速率是多少，原来这个路由器只支持100兆宽带，真的是浪费了这500兆宽带。但奇怪的是，按理说应该能跑到100兆啊，为什么测速只剩下63兆了？这个时候我就要搞清楚路由器上面的网线是干嘛的了，没准这些网线是拖慢网速的罪魁祸首呢。这条线是连接光猫的，是没问题的。第2条线是把网络分到交换机上的，暂时也是没问题的。第3条线我刚才拔了，接我电脑上的，我顺着刚才拔的网线，发现它是接在这个 IP 电话上的，这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到第4条线的时候，我就不淡定了，我顺着网线发现它居然是接到监控录像机上的。我想我知道为什么路由器连100兆都跑不到的原因了。这样接的话，摄像头的大量的数据会进来这个路由器，录像机又要从这个路由器里面获取到摄像头的数据，这样会导致路由器的性能大幅度下降，网络也会变成非常的卡顿。到这里我就知道他们500兆的宽带卡的2个原因了，一是500兆的宽带进来了这路由器就变成了100兆，第二是监控在接在路由器上，导致路由器处理不过来，就连100兆都跑不到了。路由器上的第5条线，我顺着它的线路走向，是通到这个摄像头的。我拔了下线，再回去看了下，5号灯果然灭了。这样路由器上面的全部线路我就捋清楚了，然后就要捋清楚这交换机上面的线了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意外的收获。交换机上面的1号和8号灯是不亮的，1号口是没有插任何网线的，至于8号口的网线是没有接任何设备的，剩下的线不是接摄像头就接其他设备上的。这个过程我就跳过了，我搞清楚线路后就开始给它优化吧。我首先拔了录像机的线，把它接在交换机上，然后再拔了摄像头的线，也接在交换机上，这样路由器就不负责监控的数据转发了，直接把工作量丢给交换机处理。然后再把这 IP 电话的线给拔了，看看它是接交换机的几号口，结果5号口的灯灭了，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接路由器上，这样的话打电话会通畅很多。好了，我这次再用电脑接上去测下网速如何吧。怎么样？我就这么换了下线的位置，从刚才的 7.79 MB 变成了现在的 11.1 MB， 是不是很神奇？不过我建议他更换更好的路由器，不然这500兆的宽带就真的浪费了。下一期是5星级酒店的网络维修案例。不是吧？他原来也是2个挨在一起。哦，我真晕倒了。本来是过来接网线的，却意外的发现10几年前装修师傅埋下的坑。如果你家也遇到这种情况，那么恭喜你，本期正好有解决的方法。有位粉丝说他家这些网络面板已经10多年没有使用了，期间他尝试了各种方法，网络依旧是没有接通，所以就让我过来看一下能不能帮他把所有的网络都给恢复了。当时我来到了他热电箱，我看了一眼水银头，没想到这些水银头却把我搞迷糊啊。你这边没接对，是吧？你这边没接对，你再看一下另一个，你这个也没接对。我当时检查了好几个，
愣是没有一个是打对的。我还很好奇，到底是谁打的时候，粉丝却自告奋勇的说是他自己打的，还打了2个小时呢。当时我就问他是哪个师傅教你这么打的，结果粉丝却说他看了我的视频跟着打的。好吧，刚才那个镜头大伙给忘了吧，咱们接着说正事。然后我又去房间里面看了一下他打的网络模块。我最近先新冠服。大伙注意，这里有2条网线，因为能有这期视频，全靠这2条网线的出现了。但当时这2条网线我并没有放在心上，我的注意力都在这些网络模块身上了。我经过了一番的比对，好在粉丝得到了我的真传，这些模块他都是打对了。于是我又去了第2个房间，粉丝和我说这个房间的网络面板也是不通的，于是我就把这个面板给拆了，看看里面是什么情况。哎，这个倒是接了，接了是吧？你看看，我看着，看它通不通。这个有点老哦，你这种模块，但是好像没接对。我就说，谁接的？我怎么知道？这房子都多少年，快20年了。我拆开一看，虽然说这个房间的网络面板已经接了，但之前的失误没有接对，所以只能剪掉重新再打了。这里我教大伙怎么看这网络面板有没有接对吧。网线总共分8芯，其实每个颜色的芯都有自己的编号，比如白橙的编号是1，但它这里1号的位置却是中，3号的颜色应该是白绿才对，但它这里却接了绿色，所以明显它接的是不对的。这里我重新给它接对后，我又来到了第3个房间，但第3个房间面板一拆开，这就让我不淡定了。这里不但出现2条网线不说，而且2条网线都接到一个面板上。我一看到这种接法，他不是之前的师傅把弱电当成强电来接了吧？你们知不知道？当时粉丝还觉得之前装修的师傅天地良心啊，给这个房间居然预留了2条网线。哎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就是当时装修的时候没有买那种2个口的，他就摆烂，然后把2个线都接到这里了。那时候他还以为这里的网络面板没有买2个口的缘故，所以才这么接的。但是我当时可不是这么想的，我马上去弱电箱再核对了下网线的数量。你这边我看到几条线？4还是5啊？这里还是4还是？当时我数来数去，总共也就4条网线呢。就是这就有点不对劲了，为什么3个房间出现了5条网线？当时我就有点不好的预感了，马上拿着行卷仪先去第2个房间测一下，看一下第2个房间的线有没有通到弱电箱。我来到了弱电箱，我测了4条线，愣是没有发现任何响声。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了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已经脑补了10多年前的师傅是怎么个走线法了。接下来我就验证一下我的猜测吧。看看外面有没有？不用看外面了，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。来吧，我知道了。它是通到这里的。这么溜！我已经知道了。哇！你为什么要搞这种啊？果然，第2个房间的网线就是通到这里的。这下我有种更不好的预感了。大伙还记得我来到第1个房间还有2条网线吗？该不会第3个房间也是没有通到弱电箱，而是直接来到第1个房间了吧？我就怕他窜到另一个房间，那就有的玩了。于是我就马上拿显示仪来测一下，看在这里吗？只有这个口啊，看看。不是吧？它原来也是2个挨在一起。哦，我真晕倒了。另外这样的话，这线都不通了，全部都不通了。这样的话，2个房间就废了。这个呢？这个就是去往客厅的了。这个就去往客厅的了。我说他怎么这么良心，接2条线？原来是串联网络。你有交换机不？真是怕啥来啥，还真的被我猜对了。我先说一下这种布线的严重性吧。这样布线的话，就意味着2号和3号房间网络压根就没办法接通了，因为网线不能像电线那样接在一起的。正确的布线应该是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网线通到弱电箱，再由弱电箱的路由器统一把数据传输到各个房间才行。但是无奈的是，目前弱电箱只有1条线是通向房间1的，房间2、3是没有任何网线的，所以目前的情况就是无法直接把网络传输到房间2和3。
不过好在这种还是有补救的方法的，就是有点丑罢了。那就先在房间一增加一个交换机，先把网络传到这个交换机上。这样做可以理解成插座孔不够用了，自己增加了个插排，然后这个交换机再把网络传到3号房间。这样的话，1号房间和3号房间也可以同时有网络了。接着我们再来到3号房间，那边的交换机已经把网络传过来了，但2号房间也需要网络，所以这里只能再增加一个交换机。当然这里还有一种低成本的做法，就这里直接4芯，另外4芯留给2号房间就行了。但是这样做的话会导致2个房间只能是摆着网络，粉丝可舍不得他的千兆网络，他宁愿丑一点也要在这里加上交换机。看到这里很多人是不是很疑惑，我为什么不直接打寻头省事，而是上这个模块？我只能说客户是上帝，人家要求怎么整咱就怎么整。就这样增加了2个交换机后，1楼3个房间网络终于都通了。但是我好奇的是，路灯墙多出来的3条网线又是干嘛的？当时粉丝和我说，其实2楼也有网络面板，于是我就去了2楼看一下，原为2楼的情况会好一些，毕竟路灯墙还有3条网线。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2楼的情况和1楼一样糟糕，这个房间的网线也是串到另一个地方的，然后另一个地方又串到了这里，最终再串到热电箱。没想到之前的师傅这种骚操作，让一个好好的家庭网络愣是凭空多出4个交换机来。他这种布线方式直到10几年后才被人家发现，不知道他这时候还有没有干这行。如果有的话，估计好多业主都要哭了。至于热电墙剩下那2条线，我当时也是找了一遍，甚至我在门外也找了一下，实在是不知道通向哪里的。好了，在这结尾我说一下，小胡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遇到疑难杂症的案例了，每次所到之处基本都是秒修，这些素材压根就拍不成视频，所以下一期依旧是解决家庭网络故障的案例，没什么难度，希望大伙喜欢。